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我们这个有求必应念佛班哈，借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哈，大家来沾沾光。在这个时期、这个时代哈，这个地球天气不知变得怎么那么极端哈。釜山本来是这个季节应该很凉快哈，但是这两天也到了30度，热的地方热得不得了。所以今年呢，在这个夏季到秋天之间哈，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发生这个大雨啊，大家要注意防雨防水哈。还有呢，这个可能亚洲某些地方会有大的地震哈，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哈，不是危言耸听哈，大家多一点准备啊，多一点预防啊。还有我们生活中啊，各种的病苦啊，情感之苦啊。这个心灵上的苦啊，甚至是这个什么房贷呀、失业呀、升学呀等等这些烦恼哈，让我们是不容易去度过哈。所以呢，我们借佛光啊，获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哈，让我们过得更方便一些。感恩师父。那也是这一次感恩师父来带领我们2天的念佛。我们今天为止收到了2万多名网友的来信祈福其实都供在佛前了，都会得到佛菩萨、观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真的是看到大家求健康求事业、求智慧、求孩子吉祥平安的方方面面的。相信大家真诚的呼唤，菩萨都能听到也愿所有来信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得到菩萨的加持，消除所有的灾难病苦，获得吉祥如意。昨天师父还在现场宣布了，这2天的念佛班上会送出800颗宝珠，那可是我们的一份大礼物啊，特别欢喜呢。是。那昨天呢，超级留言的网友们也很给力已经有300位网友，他们应该为这个超级留言就获得了师父的宝珠。好，恭喜大家。对，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收到很多网友的来信，来分享他们受到观世音菩萨护佑的故事。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就摘选出来特别好的就在这个直播上跟网友们一起来分享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好听的网友的真实的故事，大家也备受鼓舞。是的那这200多位近200多位网友们，你们的来信也会得到师父的这个宝珠的鼓励和加持。感恩师父呢。那我们有800颗宝珠哈，师父。那我们也给现场留言的网友今天也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宝珠，好吗，师父？可以。好咱们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其中有抽奖。好的，师父那我们现场留言的网友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这个所在地说我是坤提，我是从哪里来的感恩师父，我来参加师父的念佛班，这样自报家门一下，我们知道你是哪里的，全球各地的网友，我们都在这里欢度一堂对，感恩师父。对，五湖四海不分什么样的国家，还有我们昨天也讲到了也还有就是护佑人的，还有护佑小狗的，还有护佑我们华人的，护佑老外的都有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就是护佑全世界的人，就是那句话，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我相信我们真诚的呼唤，我觉得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我们的让我们心想事成太好了，感恩师父。是。师父呢迫不及待的想跟您和网友继续分享网友们来投稿来的真实的故事。好，第一个故事呢，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宝妹。师父您好，我是宝妹，我有3个孩子。小时候听老人说，供奉观世音菩萨可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结婚后，我就请了一尊玉观音供奉在家中。我时常念观音菩萨圣号，希望保佑我的孩子们健康平安。感恩菩萨的护佑，我的孩子个个聪明能干。因为孩子，我和观音菩萨结下了不解之缘。2014年的11月，我突然高烧不退，全身骨头痛，很难受。医生诊断是严重蚊症。那这个严重蚊症呢，还有一个俗名就叫登革热。
要我住院治疗。这个登革热，我跟网友们也大概稍稍的介绍一下，它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由登革热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在一些情况下，登革热可能演变成严重的疾病，影响到心脏、肝脏和其他重要器官的功能，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出血和休克。在我住院的第6天，我的血小板突然降到了12，全身皮肤发黑，口、鼻和下体流血不止。这个师姐她讲她的血小板降到12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常人的血小板正常值是在100到350之间这个区间。那它12的话，几经就是高危的啦，这个已经到了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那么医生抽血检查，抽血的时候都抽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凝血啊已经很严重了。医生给我输了4包血，血小板不但没升，反而下降。医生叫我不要睡觉，等他去找几包血回来。不久，我感觉我的魂好像被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被水母一样的恶魔包围着，要拖我走。我很怕，蹲下哭。我不甘心就这样死了。突然间，我想起了诵念观音圣号，念了一会儿后，水母般的恶魔消失了一半，我就继续念。又过了一会儿，另一半的恶魔也不见了。这时候，我惊奇地看到观音菩萨就坐在我的右边，这不就是我家供奉的观音吗？是菩萨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住院第7天，医生又满脸愁容地来了。我轻轻地问医生说：“还有救吗？”医生看着我，不敢说。我得了严重的登革热，这种病无药可医，治疗方法只能是根据急性并发症一一对治，试图维持生命。一会儿，2个护士进来，把我推进了 ICU。我被五花大绑，身上插满了管子，感觉我只能看着天花板等死。我知道只有菩萨能帮我了。我又开始诵念观音圣号，不知念了多久，我的肚子里不停地搅动，搅得很疼很疼，想上厕所，结果排了一堆黑乎乎的脏东西，好恶心啊！排完以后，我人感到无比的轻松。医生就赶紧给我输了血。过了一会儿，又来给我检查。检查后，医生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的血小板开始上升了，恭喜你呀！如果明天不再下降，你就可以出 ICU 了。”我知道这一定又是观音菩萨救了我的命。住院第9天，医生满脸笑容地告诉我，我的血小板升到了150，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我可以回家了。我一回家看到家里的观音菩萨，哭到不成人样。感恩观音菩萨在生死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我发愿今生只做善事，要像观音菩萨一样去帮人，报答菩萨的救命之恩。观音护佑找到名师。我因为月子着凉，我的颈椎、腰腿时常的酸痛，身体越来越差。我学了很多方法都不见效，我就祈请观音菩萨帮我找到一位名师，让我获得健康。无意间滑手机的时候，看到 YouTube 金菩提宗师的频道，有很多受益见证，看到和我同样的病都好了，我很想来尝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再次来到观音菩萨面前，投掷圣杯，居然第一次就是圣杯，我更有信心了。我就在 YouTube 频道上跟着师父学八卦内功，受益匪浅。走了3个月的八卦，我的颈椎、腰腿都不痛了，我可以驾车带着同修到禅堂上课共修。感恩金菩提宗师，感恩观音菩萨的慈悲护佑，您的恩情我永生难忘。我会跟着师父多帮人，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
太棒了哈！真的是。哎，昆提介绍一下这个登革热呗。登革热，它就是在亚热带、热带地区经常会有的蚊子传染而感染的病毒病毒感染之后，那病毒感染呢，就是没有药可以治的，就是要靠自己去康复那有的时候像这位师姐，她当时感染后非常严重，严重到血小板降低到基本上都快到接近0了，所以身体大量出血。也就人很快就对。完了，就是医生不断的输血，血小板都升不上去，他也不能靠无限制的输血呀。他最后都梦见自己的魂都被恶魔像一个水母一样的魔包围着，在生死的边缘啊。是，他就是幸好之前家里一直有供奉观音，他那个时候想起念诵观音菩萨圣号，就慢慢的看见这个像水母一样的恶魔不断的消失，都消失后看见就他们家供奉的那尊观音坐在他的右边。就在他的这种半梦半醒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观音菩萨真的是鬼门关前走了一回，观音菩萨给拉回来了，真的无处不在，有求必应的。真是啊。对。所以你看，这个平时供奉多好啊，是关键时候救人命啊。对。哎，他那个血小板降的很快就完了。对，就是拉回来了。对，就是我在温哥华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将近7、8年之前了，将近10年了，也是我们一位台湾同修也是急急忙忙的跑到禅堂，说他的一位台湾的好友就是也是一位退休的，好像是当兵的退休的这样的一位老军人，说是在旅游的途中也是被蚊子咬了以后，当时没在意。后来就回到台湾，突然就发了那个登革热了，这个病也被确诊是登革热，就是蚊症。后来就是在医院里高烧了1个月，后来就去世了这样子挺不幸的，很危险的。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凶险的病，其实就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而已。好，这个宝妹，马来西亚这位宝妹哈，这个很有福气哈。送你一尊我珍藏了10几年的黄财神，还有呢，送你2颗宝珠，大丰收啊！是大丰收哈，师父了，黄财神哈，但这个相不大哈，但它威力无边哈，真是好，祝福你全家吉祥如意，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那接下来再给师父分享一位来自印尼的丹在师姐她的故事。好，师父好，弟子丹在，来自印尼雅加达。我想跟师父和大家分享我们全家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护佑的故事。在2015年，我有幸到新加坡的菩提禅堂参加念佛班。出发前1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幅非常美丽的观音唐卡。好意外，当我来到菩提道场的同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幅4臂观音的唐卡挂在墙壁上。我心里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观音唐卡吗？我二话不说，就把那幅唐卡恭恭敬敬地请回了家。唐卡请回家后，为我和全家带来了好运气，家里的生意开始变得越来越红火。本来收顾客欠的账单很困难，但是现在每一笔账单，顾客们都会及时还清，从不欠账。唐卡带回家1个月后，就在9月份又有奇迹发生了。我们住的房屋这11年来的产权一直都不能办理完成手续，原先的房主总是找各种借口拒绝办理房子的过户文件，一会儿说忙，一会儿说没时间，总是拖着，让我们很闹心。自从我们把唐卡请回家后，有一天，原先堂主突然来电话说，房子的文件快要办好了，公证人也找着了。我先生挂了电话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之前房主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结果10月份，房产证终于改成了我先生的名义，期盼了11年的房屋所有权终于有了结果。我相信这一定是我们迎请观音菩萨唐卡带来的吉祥，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4臂观音唐卡不仅为家里带来了好运，还为我们家镇宅了呢。没请唐卡之前，家里感觉都不是很安宁，令人不安的事好几次在家里发生。
首先是家中出现奇怪的声音，靠近我的房间总能够听到有扔石头或者是扔沙子的声音。有一次在半夜，忽然间听到了一个超大的声音。等到了早上，我去检查，发现我家后面的屋顶竟然漏了个洞。当时地面上除了屋顶的碎片，并没有其他造成屋顶破洞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其次，家里的亲人们连续做很奇怪的梦。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位老奶奶抱着我，那位奶奶把我抱得很紧，这个梦感觉好真实。梦中我用力地推开了那位老奶奶，之后就梦醒了。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我先生，没想到就在同一个晚上，先生也做了同样的梦。不仅我们夫妻俩，曾经住在我家的二哥和三哥也有过类似的梦。他们俩的经历甚至更恐怖，他们都感觉有鬼压着身体，喘不过气来。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哥哥们都不敢来我家住了。自从迎请了四壁观音堂卡回到家中后，那些古怪的声音和梦境都没有再出现过，家中的磁场非常祥和。最近我们邀请哥哥们再一次来家里住，他们都说睡得很好。不管在家里还是我们的店儿里，我都安放着观音菩萨圣像。遇到烦恼或者是困难，我都会诵念观世音菩萨心咒，礼拜观世音菩萨，真诚感恩观世音菩萨一直保佑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真好哈。对，但是迎请我们的四壁观音堂卡之后，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特别好的变化。首先是他生意越来越兴隆了。以前老顾客总是欠账，这总欠账要不回债来也是挺烦心的哈。是。对，迎请堂卡之后没人欠账了，大家都及时就是把这个账都还给他们。是。啊，这钱就收到了嘛。再就是多年买了房啊，房产证不给办。对，哪有11年都不给办房产证的？这个也与国家的这个法律也有关系。有些地方那个一旦成交之后哈，通常一个月之内一定要办的。对呀。可能印度尼西亚不太一样也是。对方想什么时候给办什么时候办哈。是。也是法律的一个漏洞吧。对。但是菩萨也帮忙了，也给办了。对，堂卡菩萨啥都管呀。2个月这个房产证到手了。哎呀，要说是巧合的话，也太勉强哈。而且不光带来好的财运哈，这样的运气，而且还镇宅了。他们家在菩萨来之前，经常听到很奇怪的声音，什么扔沙子、扔石头的声音。印尼、东南亚这个地方哈，印尼、马来西亚，什么缅甸、老挝、泰国那个地方哈，通常它是巫术和鬼文化比较盛行。你就不知道惹到谁了，谁就给你下点蛊惑呀，什么之类的。结果在那接触很多学员哈，有的身上多少都有点这个问题。他有那个巫师帮着给做的，所以很麻烦。真是。是，你看，观世音菩萨帮他解决问题了。对。这家宅也安宁了，镇宅了，房产证也办好了。是。这真是兴旺发达。有菩萨在。破一切邪魔哈。所以师父感恩菩萨。这尊观音菩萨不简单哈。对。这是明代皇家啊，这综合了西藏的最好的、优秀的画师喇嘛，给皇家画的。特别特别好。对。这原作是这个。所以当然效果好了。是，就是很多，是不是很多高僧大德都依止这个唐卡来修行过的。是。你想历经500年啊，多少高僧大德在那对着去修过哈，获得无量加持哈，就开悟啊，法力无边啊，都是在这个修行供奉中获得的。所以咱们家里头一个小小的家宅，小意思。是吧？你只要供衣服，哪怕小小的，都会放出万丈的光芒。就会呵护住那一块那个土地吉祥平安。还帮你收钱收债。
对，真的好，真好哈。其实我在禅堂经常听到有很多的来禅堂的同修，在这个堂卡面前都有很强的感应。因为大家不知道它的来历啊，这个来历非常的殊胜，我就不能再讲了哈，天机不可泄露了。好的，师父，那我们网上的朋友们哈，在我们的慈悲音网站上，也是非常感恩师父慈悲，这个堂卡现在可以和大家结缘的哈，大家抓住好机会。好，送给这个故事的主人哈，印尼丹在啊，好，送给丹在网友3颗宝珠。好吧，祝你全家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网友小明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共千手观音改变老书。弟子小明真诚顶礼叩拜师父。我的奶奶今年83岁了，她有3个儿子，她的小儿子就是我的老叔，今年54岁。从我有记忆起，我的老叔就从来没有让我的奶奶省心过。年轻的时候，经常和社会上的不良人士鬼混，一起打架、偷盗，后来发展到抢劫、吸毒，一次次的关到监狱。奶奶又一次次的用辛辛苦苦挣的钱，把他从监狱里给赎回来。奶奶为他操碎了心，也伤透了心。最后一次老叔被关进去后，在里面装疯卖傻的，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监外执行。奶奶不放心他，所以和老叔一起生活。他的每天吃喝都要奶奶来伺候。后来奶奶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妈妈会经常的给奶奶做功德。今年奶奶生病的时候，正赶上我们有供奉千手观音功德的机会，于是我的母亲把奶奶家族这边所有能想到的5福之内的主上都给做了功德。奶奶神奇般的就恢复了健康，能下床了，还能出门买菜了，能坐车了。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太神奇了。后来一天晚上，奶奶和她的朋友电话聊天说道：哎呀，我的年龄都这么大了，身体刚刚好，还要伺候我那老儿子。没想到这样抱怨的话给老叔听到了，他竟然和奶奶争执起来。当天晚上，奶奶就失眠了，心脏不舒服。半夜里，爸爸送奶奶又去了医院。事情发生之后，在这一次奶奶住院期间，我的妈妈又一次为老叔和奶奶做了供奉千手观音的功德。这次之后啊，老叔突然之间好像变了，懂事了，每天打电话主动询问奶奶的病情，跟2个哥哥也不胡搅蛮缠了。奶奶出院以后，他再也不出去天天打麻将了，还能够给奶奶热饭，有时候像个孩子似的跟他哥哥说：哎，我是不是改好了？这就是妈妈给他供奉千手观音的时候所希望的呀，希望化解老叔和奶奶之间一切的逆缘，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小儿子变得孝顺懂事。现在我的老叔连跟我们说话的语气态度都变得柔和了，像换了一个人，原来凶神恶煞一样的。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改变他的过程，没有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就没有今天变得懂事孝顺的老叔。我们会继续为奶奶和老叔做功德，希望老叔能越来越懂事儿。正如师父所说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通过做功德，祈请佛菩萨来护佑啊！弟子小明真诚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真棒啊！对，所以跟网友们说这个老叔啊，其实是他的小叔叔，就是排行最小的小儿子。对，反而容易叫什么老叔哈，老儿子其实是最小的。哎呀，真的是，老叔不省心哈，不省心，太折腾了，太折腾奶奶了哈。对，真的是。结果呢？本来是个社会
真是混混子啊，还整天进监狱呢。就是最后一次好不容易监狱出来了，监外执行，还整天的跟奶奶作呀，我们说起来就叫作呀。对啊，就是胡搅蛮缠的，内心有魔障。真的是这样，可把奶奶气的呀，真的是一病不起啊。后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生病的时候，真的是妈妈看到了咱们机构，就是应该是4、5月份的时候吧。对，那时候有一次是供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功德项目，也是在一次念佛班上。对，是这样的念佛班上，是在这个首尔期间吧，那个时候哈，那我们也是网络开放的，他妈妈就给这个奶奶和老叔都做了这样的功德，结果很好哦，奶奶一下子病就好起来了，就转危为安了。哎呀，这个老叔的脾气也改变了，从一个混世小魔王，突然变得有那么点懂事了。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说这个人的脾气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好了呢？没错，这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一个混世魔王，对，突然间变成小绵羊，对而且都50多岁了，他都混世魔王了50多年了，老魔王了，变成老绵羊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个改变的力量太大了。是。我们只是说人越老越糊涂，老糊涂，就脾气会越来越坏哈。哎呀，真的只有菩萨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和力量。是特别的欣慰哈，这个故事听了不可思议。所以咱们这个供灯哈，这个佛菩萨如果帮我们，哎呀，这个事情就容易了。真诚要感动佛菩萨哈。是。好的，也请师父给小明网友，还有奶奶、妈妈也很好，还有这个老叔，给他还是带点吉祥物吧，好不好？好吧，我一共800颗珠子。故事还是很不错的。故事很好的，但是我的珠子没那么多，好吧，给4颗，4颗八宝灵珠哈。太美了，太好了。有2颗八宝灵珠，2颗翡翠玉珠哈，是这个珠子很贵的呀。感恩师父。好，祝福小明家呢，全家哈都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再给师父分享一位来自网友小美的得到观世音菩萨护佑的故事。好，小美说：“师父好。我从小受母亲念观音、拜观音的影响，观世音菩萨慈悲的法相早已深植在我幼小的心田。直到成为人母的今天，只要一提到观世音菩萨，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由于自幼深受母亲虔诚信仰的熏陶，在危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会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因此而度过几次人生中的灾难。所以菩萨慈悲的恩德与不可思议的感应，我一直铭记于心。记得在我8岁的那一年，我们家还住在乡下。有一天，我带着5岁的弟弟到村里去找表兄们玩。中午，阿姨留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我突然眼皮直跳。阿姨看我在揉眼睛，就问我说：“怎么了？”我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皮老是跳个不停。”阿姨呀，妈妈说眼皮跳不好，是不是啊？阿姨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笑着摸摸我的头说：“乖乖，小孩子没事的，有事你妈不是教你们念观世音菩萨吗？”阿姨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再理会自己的眼睛。饭后要回家了，阿姨叮嘱我把弟弟看好，不要贪玩。我应了一声好，就上路了。本来从村内到村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过很多次了，可以说很熟悉了。虽然来回的途中有一段路是沿着一条河流走的，但是当时部分路段都铺上了柏油，很平坦，所以阿姨也就放心我带着弟弟回家。没想到在回程的路上竟然发生了意外。当我和弟弟走到河流边的这段路时，我看到沿岸开着一小簇白色的花，特别美。我就为了要去采花，一时疏忽看顾身旁的弟弟。弟弟贪玩，试图去捡一个浮在水面的木头棍，结果一不小心跌落到河里去了。
这个时候正是大中午，村里多半的人都在家里吃饭，见不到来往行人。我为了救弟弟，赶紧一手抓住河岸上的草藤，一手抱住逐渐下沉的弟弟，努力往上拉。可是拉了好一会儿，我一只手的力量还是没有办法撑起弟弟的重量，我只好紧紧地搂住他。偏偏另一只手捉住的草藤根部的泥土开始层层松动，大有连根脱落的倾向。我感觉自己跟弟弟两个人就快要沉下去了。这一急非同小可，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念头迅速从脑海里闪过。我想到阿姨在吃饭时说的那句话，有事你妈妈不是教你们念观世音菩萨吗？于是我大声哭喊而出，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命啊！说也奇怪，就在这危急当头，来了一位骑脚踏车的伯伯，刚好打从那儿经过，听到我的哭声，就把我和弟弟救了上来。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我们被救上岸时，对着这位陌生的伯伯哭个不停，而伯伯却慈祥地一再安抚我们：不哭不哭，我送你们回家。就这样一前一后，我们坐在伯伯的自行车上回到了家门口。伯伯告诉母亲，孩子们跌落水里受了惊吓，赶快给他们换换衣服吧。等母亲为我们换好衣服再出来要谢伯伯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人了。事后母亲回忆，住了10几年的村庄，发觉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位伯伯。若不是观音菩萨危急关头来救难，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奇遇呢？假使那位伯伯再晚一点出现，我和弟弟说不定早已淹溺水底，成为河中鬼了。从这次观音菩萨显圣救了我姐弟俩后，母亲对观世音菩萨就更加殷勤的礼拜，并且经常提醒我们以后要更加虔诚的信仰菩萨，一定要记得报答菩萨的救命之恩。真好哈，还是很玄的哈。这小孩子啊，别是小孩子哈，对呀，你这一般这个河边哈，它是有一些比较陡的，并且是很泥泞的，很湿滑的。如果你踩的稍微那个角度不对哈，一下就滑到水里去，呲溜滑下去了。并且有些河水啊流得很急，底下又有漩涡，或者有那个柔软的泥巴或者大石头块，一旦卷进去之后哈，就非常容易淹死。所以两个孩子，对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出现那位老爷爷的话，他们恐怕完了。真是，所以这个孩子也有灵性哈，也是观世音菩萨保的。他这么一念，老爷爷出现了，对，救了他们。对。但是我认为哈，这个老爷爷他肯定就是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神仙。但是就是在你巧合的时候，你那么一喊，要不然人家没有注意一个路边河边里玩的小孩快落到水里了吧？对，而且他就没注意。午饭时间，大家都在家里吃饭呢。是啊，所以他得救了。我相信这是供奉哈，供奉诵念观世音菩萨绝对有关系。我就这么认为。对，对，观音菩萨请老爷爷赶紧上路，赶紧快点骑。真好哈！贵人送来了，救了他们的命。太棒了。所以这妈妈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啊。首先家里都有这样拜观音的好的这个风气风俗，对。而且您看这一次观音菩萨救了姐弟俩后，妈妈又做了很好的教育。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以后供奉观音菩萨，勤念啊，要报答观音的养育，那个叫什么救命之恩。救命之恩，菩萨的救命之恩，要报恩。我们给这个小美哈送2颗宝珠哈。好，祝你们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从这个故事来说哈，我提醒一下网友啊，当今的孩子们、年轻人哈，他们其实年轻人容易被诱惑的，都是比较冲撞的，或者是比较现代的、科学的，或者是比较好奇的一些东西哈。与这个比较善良的信仰的东西呢，一些年轻人就觉得这是老人的事情，而不是我这个年轻人的事情，所以呢就不太喜欢做。但是我觉得
作为家长来说哈，还想方设法的说服孩子去你信仰的道场去做哪怕一个礼拜啊，一次义工，我觉得给孩子种一个这个佛的种子，慈悲的种子，未来就可能能觉悟，有一天他将遇难成祥。遇难成祥的原因呢，就可能是你曾经在佛前在菩萨前拜了那一下，就可能得到一个救命的这样一个好机会。真好。对，所以做父母的哈，尽量的想方设法带孩子有进我们佛门道场去礼拜一下，哪怕一次都行，结一个缘。甚至是供了一颗水果，供了一朵小花，都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个善因，未来得一个非常吉祥的巨大的一个善果。好的，感恩师父。特别是好。我看我们今天网友哈留言特别热烈，很多人都说我要珠子我要珠子。快点，大家看看自己是我的800颗珠子哈，我是说到做到人，800颗珠子我这次全部送完。那如果还再有的话，我再送啊。好的。对，那这次就我们这个念佛就2天嘛哈。对，那到明天的话，这些名单就能确认了哈。对，我们尽快的速度呢，给大家寄出去，好吧？好的。感恩师父。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哈。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写啊，说不定就选到你了哈。说到做到啊。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念。继续分享。还有分享吗？还有分享吗？好。有吗？有啊。有。还有呢？好。哇，太好了！来，再来。是。好的，师父，接下来呢是就是讲到了是小朋友啊要求智慧，要考试的事儿了哈，也是来自于马来的全购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全购师姐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芙蓉禅堂，很高兴跟师父分享我妹妹升上大学的见证故事。还记得2018年底的时候，我妹妹即将要考大马的教育文凭考试了，叫 SPM。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焦急，因为她数学成绩向来全班最后1名。我妈妈找了好几个补习老师，甚至有的老师说：“哎呦，这个妹妹太差了，都没办法教她。”这个期间，妹妹自己也急，就开始每天做36个大礼拜，还去禅堂供了49天的灯，祈请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加持，让她能够金榜题名，考入大学。在等成绩放榜的时候，妹妹也陪着妈妈去禅堂做义工。到了2019年3月，成绩放榜时的前一天，妹妹又再次为自己偷偷点了1盏灯，诵念观音菩萨名号，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让她能够被心目中的大学录取。没想到隔天成绩放榜时，她的名字出现在心仪大学的录取名单上。菩提的供灯真是太殊胜了，太灵验了。妹妹金榜题名，全家都为她开心，无比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就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小妹妹，没办法要考试了，真的叫临时抱佛脚了呀。最后的时候就赶紧去佛前点灯。对，这妹妹的数学是全班最后1名，连补习老师都说不好教。最后，所以这高考就犯愁啊，全家人都犯愁啊。最后就来我们菩提点灯，做小礼拜，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可所谓金榜题名了。真不容易哈。这是菩萨赐智慧啊。就是。但是人家确实也补习了哈，这是人家说的也是哈。是。但是高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发挥不好都不行。是你要各种感觉、各种好都集中在一起发挥，才可能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对于他来说，叫超水平发挥了。是这样。菩萨肯定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一天就通灵了，等于菩萨帮他答案的。对，不是，那就好多人跟我
讲，就是考试的时候运气好，点了灯以后，他说那个答案就像会浮现在眼前一样，像通灵了，会浮上来的。虽然有时候那个手都不是自己在写，去写上了，结果都是对的。是，真有可能这样子。是，我们之前也有网友说过，一共就复习了那么几道题，考的全是他复习的那几道题。就是菩萨要帮忙的时候，真的是太神奇了。对对，真是。那师父，咱们也给全购和他这位金榜题名的妹妹送上礼物吧。好，送8宝灵珠，还有一颗翡翠玉珠。好，祝你们开开心心。还有呢，还有什么？心想事成。好，感恩师父。好，那再为师父带来一位来自澳洲的网友，他的分享。好。他说：“尊敬的师父，弟子凤诺想跟师父分享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经历。在我13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当时2周的时间我都高烧不退，而且暴瘦了30磅。当时的我每天都虚弱地躺在床上，我的视力也变得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家人。医院没有办法，只有建议我在家养着。母亲每天以泪洗面，四处寻求救我的方法。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去到家乡一所很古老的寺院，去求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救救我。没想到去寺院回来的第2天，就有朋友介绍了一位民间医生来家里。这位民间医生给了母亲一个偏方，让我喝生藕汁。喝了之后，我就吐了几次，竟然奇迹般的不发烧了。慢慢的，我的身体也好了起来。母亲非常感恩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给我送来了贵人相助，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大病初愈之后，虽然我捡回来了一条命，但是我的情绪会时常紧张，尤其是在考试前。所以每一次我都会真诚地祈求观世音菩萨护佑加持我。祈请完菩萨后，我的心就会很快平静下来，头脑也变得异常清晰，会更有条理地去复习考试的重点。还记得有一次初中联考结束，我梦到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会得2个 A， 其他的成绩也会不错。没想到成绩出来的时候和梦中菩萨说的一模一样。像这样的梦之后又经历了好几次，就这样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一直护佑着我完成了大学。要是没有菩萨的护佑，我真的没有能力面对繁多的课程。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转眼到了2022年，因为家庭的一些大的变故，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恐慌焦虑。那时候的我24小时睡不了觉，吃药也不管用，我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我一直心里默默地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很神奇，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天， YouTube 上给我推送了金菩提宗师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的吉祥法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菩提宗师，我就在网上跟着师父念佛，求观世音菩萨护佑我，帮帮我。我多期望澳洲也有菩提禅修，我很想学习走八卦。结果第2天在早上吃饭的时候，突然很大很大师父写的菩提2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指引。我顿时觉得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于是我 Google 了一下，发现菩提禅修竟然离我家开车就10分钟。我立刻打电话询问，你们真的是 Body Meditation 吗？你们的师父是金菩提宗师吗？得到确认后，第2天我就来到菩提禅堂，开始学习走八卦，学习大光明。神奇的是，当晚我就睡了一个好觉，那是我多日来第一次睡了一整晚的觉。我好高兴，终于找到了家。之后我坚持修炼，我的身心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不再失眠了，忧郁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现在的我经常来菩提禅堂做义工，跟随金菩提宗师学习慈悲的佛法，也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所有有缘的大众。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让我充满力量。观世音菩萨在我成长中一直陪伴我、呵护我、指引我，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也非常真心的感恩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给了我出路。师父就是我心中一直在找寻的大导师。弟子恭敬顶礼观世音菩萨，顶礼金菩提宗师。很好哈。来自于澳洲了啊。对，他小时候啊，也是生了一场怪病。这怪病也是差点要了他的命，连续2周高烧，然后一个小孩子突然就瘦了30磅，那真的就没啥可瘦的了感觉。然后找不到医生，没有药，妈妈到处求医，最后去了一所老的寺院拜了观音。隔天，就有一个民间医生来开了一副民间的药方，这个烧就退了，病也好了。对，他就记住那个方子哈。生榨莲藕汁。生榨莲藕汁。喝了之后就吐。把可能很多的毒素吐出来了。解毒了。对。这是个好方法哈。比如说试一试，喝酒喝醉了喝这个是不是能吐出来哈？不妨一试。也想可以，应该藕汁没什么毒嘛。对，本来我们藕也可以生吃的嘛。就是刨了皮儿的也有的。对，是清火的。这个偏方治大病哈。是。对。然后这菩萨一路伴着他成长，他容易精神紧张嘛，考试肯定就是考试前更紧张，每次都念诵菩萨圣号，求菩萨帮忙，这头脑清晰，就心情也平静了，考试成绩也好。菩萨还经常托梦说：“哎呀，你要考了几个 A 了。”最后考试的分数跟菩萨托梦的一模一样。你说这菩萨帮的，这菩萨一路带着他，就大学顺顺利利的毕业了。真好啊！挺幸运的。对，凤诺啊，真的也是从小其实佛缘还是挺深的。是。这一次又一次，13岁，后来到要考大学，一直到整个念大学，都是观世音菩萨一路的护佑。挺有佛缘的。这个，说了这么多，该给奖励了。好，我怕给忘了哈。这么棒。好，真好。送2颗宝珠哈。好的。祝你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我就想起来，其实观世音菩萨这无所不在啊。其实我小时候成长的这个过程之中哈，观世音菩萨又像老师，又像个位母亲，总是在呵护我、保护我、教我，就是讲的最比较直白的那种，叫像洗礼一样哈。我在这个禅境之中，禅境不是做梦哈，它和睡觉做梦不一样。禅境呢特别的逼真，那个逼真的程度呢，就像一个最现代的那种高科技电影那么真实一样。就是有一片也不知是湖水还是超级的大河，那个水啊都清澈透明到底而且很平静。这个菩萨呢就站在这个水面上，叫我过去。完了之后呢，我一走过去之后，好像从头顶上头，就是又像光芒又像水给我洗礼。我感觉全身上就好像是像轻轻那个电流给注了电一样那种感觉特别舒服，都酥了那种感觉。完了之后，反正现在有些细节的感觉我忘了。之后呢，我呢就躺在水面上，像躺在这个地上一样，水面那水都是发着那种荧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并不是往下沉，我就躺在水面上，平平的水面上头，这不像真在水里游泳那样真是一个人在水里游泳的感觉你是游泳好的话，至少那个你比如说我脸冲上吧，你那屁股肚子都在水里头，是不是？这个不是像躺在地面上一样，就那个水上头是那样。可是那个水呢，可以说像水晶一样，那种晶莹透彻的感觉，那个感觉可好了。从那儿之后我就那个身上都爆了好几层皮就觉得开始一个是身体比较达到一个非常彻底的改变，并且好像有一点智力了，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就好像很多事情一下就想通了，想透了。
就在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发生那样的功夫哈，就是那个咱们喝水的陶瓷杯子打烂了，别人打烂的，他走到我这个房屋外面的一个屋子里，那个把儿哈，它有个把手，一个把儿，他们叫马克杯哈，就有点像这种杯子，但不是这个颜色哈，陶瓷的，白陶瓷的，是个铁路的一个纪念碑，就这个拿着这个把儿摔断。纪念碑你很难找到2个同样的嘛，并且我用它喝茶，有印子，有使用的痕迹。摔烂之后，摔的那人帮我做饭吧，他就气的是说：“我不行，把它再砸了，我就不要发那个脾气。”我拿张纸来，什么纸？我随便什么纸。他拿了张旧报纸来，把它盖上它，我就给他祝福。帮我的人，其实我帮过他的身体嘛，他觉得肯定会出现一些什么效果。我说不要动，不要进这个屋子来，24小时不要进来。他出去把那间门锁死。第2天，他先进去，打开一看，这个杯子放在地上，是没有摔之前的样子，还是有点喝水的茶垢，那个有点不像新杯子那么干净嘛哈，用过的那个痕迹都有，但是从来没摔过，就像恢复到他之前的那个模样，时光倒流了。对，我呢也是没有文化，但是我也挺喜欢科学辩证的方法哈。我说这个茶杯陶瓷的东西，它是因为称为叫无机物，是不是啊？比如它不是生物嘛，无机的，它不是生物，它不可能自己再生弥补回来的。对。可是，它再生了，就是回到没有摔之前的样子，好玩吧？好玩的，神奇啊！有意思。那是经过这个菩萨洗礼之后，我出现的这个效果哈，之后就做了很多类似这样或超过这样的一些能力吧。所以后来才帮一些人，有健康问题啊，有时候其实我没有觉得用多少功夫，我觉得你就应该好了吧，就好了。我觉得我不是有功夫，我是运气好，我就说他好了吧，我就拿手划拉划拉，吹2口气，有的真好了，真像神经病似的。如果病着去的像神似的，是吧？反正挺神奇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经过这个菩萨洗礼之后啊，我相信一个人哈，达到就是，整个身心灵完全改变了，就我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啊，就可能身体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像现在咱们跟我们来一起正在看直播的，或者往后看这段今天这个直播这个视频的朋友哈，那你呢在眼前呢，你放一些能喝的这个饮用的水，放瓶子也好，拿大杯子也好哈，大盆也好，盛一些这些水放到跟前哈。我呢一会儿哈，我一边你不用看我师父有没有做手势啊，没有啊，有那功夫不需要做手势哈，就是这个水，今天我们给予祝福之后哈，那你呢之后用这个水用来洗该洗的地方，或者是喝下去，都可能会对你有健康或者美容的作用，或者是有一种很舒服的作用，有可能哈。但是如果你正在抢救啊，什么得了癌症马上晚期之类的这个事，喝了它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一般的什么我就不具体讲什么病了哈，要不是特别要命的病，应该都会起一些作用的，给小动物用更有效，就是这样哈。所以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准备这个水哈，饮用水。那也有人会有过去的习惯呢，我会拿一些那个擦手纸，不太好听的一样，像厕所擦手纸也可以，就是那个面巾纸哈，或厨房用的擦手纸也可以，就放到你现在来听课的这个现场哈，
那我在加持的时候，这些东西上的有可能会产生超过你想象的能量，这样对你的健康应该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在20多年前，我在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像青岛的那个法会的时候，给大家加持矿泉水哈，盛矿泉水的纸箱子，当场有一位瘫痪的病人，人家我们赠送水吧，瘫痪的人他妈妈还能跑，抢那个水没抢到，抢到一个装水的纸箱子，完了就压到儿子这个身上，完了儿子过一会儿就自己走路就会很好玩。你听，就是如果那个现场你看到之后就有点好像进入魔界那个状态的那种感觉，好像这是人间的事情嘛，就有点奇怪有点想不通。但是这个想不通的事情，我们今天继续做，不一定想通，但是效果一定会出现的。接下来，当然吃的也可以。有网友问说，放豆子，什么饼干，黑豆，红豆，都可以的好了，你放在跟前就可以注意别把水弄洒了就可以注意安全。那我们接下来呢，开始念佛了。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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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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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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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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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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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南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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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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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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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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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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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大家恭敬合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好，今天大家诵念的特别好我个人感觉特别好。刚才也特意为大家准备的这些东西食物水纸什么东西做了加持。在加持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现象，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走路不方便的人，或者举手手臂不方便的人，现在立刻就轻松了之后你写信给我就会得到一些改变反正是特别好吧师父好。对，也是我们刚才的念佛也是特别的清凉，现在感觉特别殊胜吉祥。那在这个观音记里面也是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来瞻仰和欣赏到各式各样的观世音菩萨的像。那今天也是很有幸，在这样一个殊胜的季节里，在北美慈悲音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了一尊真的是精美绝伦的是翡翠观音的雕像。我们来欣赏一下我觉得有缘能够欣赏到这样一尊雕像的朋友们，都能得到菩萨的大吉祥的加持。那有缘供奉，真的是能够得到师父赐福的观音送子富贵齐天的大加持。我们看这尊菩萨雕像雕刻的非常非常的精美真的是就是可以用温润如玉这样珠光宝气来形容它，就是看上去心生欢喜，而且雕工特别的细致。那师父也曾经跟我们经常讲说，雕刻佛菩萨像用的这样的玉石是要完美的，没有任何裂纹的。那找这么大一块玉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雕这么大一尊佛菩萨像。它是多高啊？这个差不多有40多厘米，快50厘米高了。哇！大件呐，非常少见，非常罕见而且它的这个雕工，您看多复杂，这个立体厚实。如果要雕这样的一尊观音送子像的话，其实它整个料石的准备那更巨大，可能是这块料石的3倍以上，才能雕出这样的一件精品级的雕像。那我们也知道翡翠它可以称为是玉中之王了。现在我们是比较多见的是市面上很多见的是翡翠的镯子或者是
一颗这个翡翠的戒指啊，或者是一块吊坠啊，那么它的体积已经是很小的话，已经是价值连城了，更何况这么大一件这样雕工这样精美的观音送子像了，实在是难得，太难得了。那我们来讲讲翡翠哈，就是翡翠大概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够形成啊？那简直就是1年以上了。1亿到10亿年吧。哎呀，其实也是知道这个路上我们能看到石头，山上看到石头，那是随眼可见啊。可是想这块石头要经过怎样的时间，怎样的吸收了天地的精华，它才能慢慢的有润泽感，再慢慢的还能透出一种种水出来，像透明的一般，这真的是多么精灵的一块石头啊！哎呀，上1年的这样的日月精华的积累，那这个翡翠呢，玉啊，其实对人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在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说玉可润心肺、养五脏、柔筋强骨、利血脉。真的就是利五脏六腑哈，五脏六腑，然后利筋骨血脉，真的是全身延年益寿这样的好的材质。对，像我们中国人的话，比较一个是以前我们欣赏的更多的像什么和田玉呀，那是我们中国本土产的哈。那么和田玉它本身比较温性，所以各种体质的人戴都比较适合。那么翡翠呢，它的种性就偏凉、清凉的这种感觉，特别是这个炎夏日啊，我们都感觉特别热的时候啊，特别燥的时候，我们戴上一块翡翠的这个吊坠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这种燥性慢慢的也清凉了下来。所以现在真的是戴翡翠的好时机了。有这个需求。它这个润心肺，你要去研究哈。是什么含义呢？比如说人哈，脑子犯糊涂，他的心肺是不是清亮的？不是，肯定是浑浊的。浑浊，这个时候这个心哈，还主的是意识。再加上心脏供血。所以润心肺让我们头脑清晰哈，智慧。对，这以前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上比方说我们清朝吧，最喜欢看的就是当皇上的是乾隆皇帝，那他很喜欢玉，也很喜欢翡翠啊。那个时候的雕件用的香炉都是翡翠雕的香炉那种绿色的那种。那么在他的帽子上在他的这个戒指上戴的对玉扳指，还有就是清朝的时候，大家那个官臣上都喜欢戴一块那样的，这个叫什么腰带腰带上的那一块玉带，对，玉带也是要玉，所以反而就是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的部位都要镶玉，才能显出你的这个尊贵的气质。华人差不多超过2000年在身体上戴玉。以前古代这个富贵的人家，那个碗啊、勺子呀、杯子，是不是也是用玉的？师傅是。哎呦，我的天，我都不敢用啊！真的用玉杯子喝水，是不是还能降三高啊？绝对的是绝对清凉，清心明目。如果用这个玉杯哈，装了水之后哈，清心火，洗眼睛都特别好。还变成美容水。所以这个天地也真的是奇怪啊，师傅，您看我们的和田玉主要产在这个昆仑山脉底下那个河床里面，这个也是吸收了天地日月精华1年以上，还要河水冲刷，还有那样的温度，那样的这样的冲刷出来的才是上等的玉哈。那翡翠也是，它也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产的，不是的，它也就是在比如说我们说最上等的翡翠可能就产在缅甸还有中国的云南这一带，就那一带的30吧，我们说哈，如果说30，就在那个时空下，在那个地理的位置下，才能产出这样的翡翠来，这真的就叫为他所有，就是那样的绝无仅有。
所以再用这么大块的玉石雕出来的这个观音送子像，真的是这位工匠大师傅手艺也是精绝呀。是，那玉不光养人呐，哈，老师，玉还能够护人，是吧，师傅哈？就是玉它还有，师傅经常讲有通灵辟邪的功能。对，就是以前好像很多的法器呀，都是用玉来做的。我记着以前我们也介绍过一个法宝通灵坠，是好像是1-2千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人用来去寻找水源呐、寻找食物啊用的那么一个法器。像那个红山文化当中有个马蹄玉哈，所以圆筒像马蹄子一样，而那是过去巫师套到头发上做法，这样接通这个天地灵气啊，还记得吗？记得，对，记得。哎，是，所以那这一块观音雕像哈，师傅有讲它的这个有不同的颜色呢，在这一尊雕像上啊，非常难得，它的头部上方的这个雕塑是绿色的，绿色呢就是代表月光仙子带来的灵气，所以能够使人平静、温和、睿智、高雅，带给我们无限的智慧、长寿和生机呀。就在这个菩萨的头顶上哈，还有这个小童子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男童子，一个女童哈。哎，对，两个童子啊，真是想男得男，想女得女啊。对，然后特别难得的这个菩萨的脚下一片祥云啊，是紫色的，紫色的玉很难得见的。它在同一块石头上，你看。师父当时讲说，欲遥远的天边呐，踩着一抹紫色的祥云乘风而来，太吉祥，瞬间天降吉祥，天女散花，香气不扑鼻，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祥瑞，是特别美好的一种景象哈。这观世音菩萨给人哈，就是满足人的愿望哈。要财有财，要生男得男。要生女得女，是吧？而且还是相貌端庄，对，健康长寿、富贵，对，真好。还有智慧孝顺、有德行的男孩女孩。这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事业兴旺，子孙兴旺。哎呀，这一尊雕像带给我们太多人间的美好。真的，我的眼睛都流连在这个屏幕上，都不想移开呀。真的好美，再多欣赏它一下。美得像假的而且这么高哈，真的，差不多40公分高。太稀有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家中放这样一块这个磁场特别吉祥的雕像、佛像、菩萨像哈，这样玉石的雕的话，整个家庭的磁场都已经被它净化了。没错，是这么大的话，它能净化10几公里都正常。我想这个时候，如果还有谁会看风水啊，或者是会拿那个玉石来找那个好风场好水场啊、好磁场的时候，一定会指着怎么就指到你家里来了呢？我相信这天下的财富也好，权势也好还有最美好的这种能量，都会被吸引到这一尊菩萨像供奉的家族来。这供奉家屋顶上头一定是祥云笼罩的。哎呀，收到了，我们都先替这位未来这个真的是大福分、大福报有缘人为他高兴。也感恩师父，让有缘人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和这样一尊菩萨像结缘。这样好的菩萨像不会有第二尊。它是唯一的一尊太值得了，看谁有缘真的是要有大缘分的呢。我也舍得放出。那同时呢，我们也为网友们再介绍的呢，就是在北美慈悲音的网站上，还有很多小件的这个玉石的这个翡翠观音的吊坠。那如果我们普通人家的话呢，我给自己给孩子请一尊这样翡翠的观音像，也是特别的通透。晶莹透剔的，也好几块都是你看带着这种绿彩
啊，我们讲翠，这就是翠的颜色，特别的美。就镶上这么一片，就好像天边飘来了一朵翠的云，哈，翠色的吉祥，的云，带了灵气，带来了智慧，带给你睿智和高雅，也带给你一份夏意的清凉。这个菩萨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哈，哎，那就真是如意吉祥哈，哎，化这个烦恼为菩提哈，哎，让一切这个魔障啊都让它消失，哎，所以有这种大事啊、官司啊，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这个首先这个美玉啊，就能保护人、养人，还给人以灵性哈。何况它雕刻的是菩萨，哎，你有真诚恭敬的话呢，正是保护我们啊，让我们身心安康，哎，长命百岁啊，事事吉祥如意哈。真的是感恩师父。好，那么在这个关键，我们今天啊，真的是难舍难分，又到了我们这个有求必应的念佛班的尾声了。师父，这个真的还想接着念，是。那么我们也跟网友分享一下，在这个加拿大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师父还给大家留着继续做功德的机会，是有求必应啊，在佛菩萨在观世音菩萨前点燃着这个有求必应的功德项目的灯啊！如果大家心中还有愿望，正有烦恼啊，正有所求啊，正有身体的健康病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抓紧机会给自己做功德积福报。圆满心中的善愿，增长福慧，延年益寿，还能逢凶化吉，摆脱一切灾难的损害。让我们求健康长寿，求吉祥平安，求婚姻，求子，求富贵等等，正如大家所说的希望的那样，但愿一切如意吉祥。好，想接着念的话呢，大家我们直播圆满之后呢，你接着再念啊，每天晚上念上1-2个小时，那是非常好。如果能念7个晚上的话，哇，那就太美了，就是。是。下次我们安排哈。好的，感恩师父。是，那咱们看看那个下一期直播，下一期直播，就是下周日啊，亚洲韩国时间8月6号晚上8点，亚洲台北时间8月6号晚上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8月6号早上4点钟。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直播念佛班哈，就到此圆满哈。好，祝大家能够随顺心意，成就愿望，家庭幸福，健康长寿，有求必应。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无忧无虑，
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寻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